食物炸过后剩下的油就会变得粘稠，色泽也会变深，在油里面还会有很多的杂质，还会使油有异味。面对这样的旧油，倒掉又可惜了，但用来炒菜的话，还会影响菜品的品质。今天就教大家一招，我们只需要将旧油简单处理一下，就能立马变新油，里面的杂质、异味通通被去除。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吧。大家好，我是小林，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烹饪过程中，我们常常会使用到炸制的方法来烹饪食物，比如炸鸡、炸薯条等等。尤其是现在年底，我们还会炸鱼、过豆腐子之类的，炸过的油又黑渣子又多。其实想要去除旧油里面的残渣和异味，根本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只需要利用上一点淀粉就可以了。在碗中舀入2勺淀粉，再加入差不多量的清水，将它搅拌一下，使淀粉充分的溶解在水中，这样就变成了1碗淀粉水。我们先把它放一边备用。如果锅里的旧油刚炸完食物的话，我们就需要先将它稍微放凉一点。如果油已经变冷了，就需要开火加热了，大概使油温在5成热的时候就可以。接下来，把搅拌均匀的淀粉水倒进油锅里面。当淀粉水倒进锅里以后，我们先不用动它，让淀粉水在油锅中慢慢凝固。这个淀粉水炸上1-2分钟后，就会全部凝结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饼状。这个时候我们也会明显发现，油里面的杂质明显已经不见了。这是因为淀粉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在淀粉水遇热凝结的过程中，就会将油里面的杂质、异味之类的全部吸附在上面。再次炸上1分钟的样子，淀粉饼就会漂浮到油面上。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急着将它捞出来，让它多在油锅中炸一会，炸至淀粉饼变成金黄色的了，我们就可以将它捞起来不要。这样我们的旧油就处理好了，变成了清澈无异味的新油，可以用它来炒菜了。方法简单实用，要是你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妨试试这个方法。亲爱的朋友们，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谢谢大家啦。朋友们，先来做个灵魂拷问，你家厨房的油是倒完就换，还是炸过一次还舍不得扔？别不好意思承认，毕竟1桶好油不便宜，炸完1锅鸡腿就扔掉，心疼的像丢了半个月工资。但问题来了，这炸过的油真的能反复用吗？会不会吃着吃着，癌症就找上门了？今天就来掰扯掰扯，给你们一个科学又接地气的答案。油炸一次，油里就不会立刻变成毒药，但如果炸完还反复用，加热到冒烟，那问题就大了。科学研究发现，当油被反复加热到200度以上，也就是炸东西的常见温度，它会开始分解，产生丙烯醛、苯并芘、杂环胺等有害物质。这些坏蛋可不是一般的捣蛋鬼，它们和癌症、心血管疾病甚至神经系统损伤都有关系。尤其是苯并芘，它可是1级致癌物，长时间摄入确实可能增加癌症风险。所以别再天真的以为炸1锅排骨，剩下的油还能炒好几顿菜，这种操作真的不健康。外面吃油炸食品不卫生，人们都说民以食为天，可见食物对于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而烹饪正是最能够调动食物色香味的一门技术，从古至今，烹饪始终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不仅极大丰富了人类饮食文化，还促进了人际间的社会交往。现代社会的发展使烹饪这门逐渐向商业化发展，
国外快餐店中，汉堡包和薯条这些深受年轻人和孩子们喜爱的小点心都少不了油炸。这不仅是因为这些食品本身就是油炸制成的，还因为爆炸式膨胀的小食物爆满着孩子们追捧，更因为这些油炸美食口感劲儿特别棒。现在许多家庭中都在学习如何自己动手制作这些美味。然而，炸油类的小食物是经营商家最赚的一项营业收入。自己做虽然方便又卫生，但是也不会像商业化出售的一样好吃。而且就连汉堡一样简单的外表，它都是经过天津市门研究开发出来的标准化流程才能制造出来这么好吃。而薯条同样也不是普通土豆切条就能出好吃的，需要进行精确低温控制和时间把握，才能保证完美口感和金黄色泽。所以在家自己做和出去消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但至少这样能保证卫生，并且当孩子想喝奶昔的时候，还能亲自调制奶昔，满足孩子的愿望。但是出门就餐就不一定能保证了，不少外卖商家的餐饮洁癖问题堪忧，而且大多数还残留着会危害健康的过量反式脂肪酸。这些反式脂肪酸很难被消化和排出体外，会在人体内一直累积，增加血液粘稠度，并且还会引起代谢紊乱，所以导致肥胖症和心脑血管疾病是必然的。不卫生的问题也不只存在于外卖，还有许多路边摊外面售卖的小摊小贩，他们卖着便宜、好吃又香的油炸串来吸引顾客。但是不知道这些小贩有没有对制作过程严格把控，这时候就要靠自己身体进行评估了。那问题来了，如何科学用油才能健康又美味？第一，减少高温油炸的次数，能少炸就少炸，烤、炖、蒸、煎这些烹饪方式更健康，别让炸鸡和薯条成了你的家常便饭。第二，油炸后别无限循环，最多就用1-2次，炸完后过滤杂质，密封存放，尽快用掉。但如果油已经变色变味，那就别犹豫，直接倒掉。第三，选对油很重要，橄榄油、菜籽油、花生油这些油更耐高温，炸东西时更稳定，而亚麻籽油、核桃油这些不耐高温的油，千万别拿来炸东西。第四，注意储存方式，炸过的油如果还想留着用，一定要放在干燥、避光、密封的容器里，别让它接触空气加速氧化。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处理老油的方法，你学会了吗？好了，今天的小妙招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赞，谢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